程毅正业成风波升级，更多替身细节被扒，30岁杨紫无辜躺枪。年初低调开机，紧张拍摄数月，拍剧时长接近半年的《英雄志》，在前段时间女主李一桐单人杀青后，本该在近日迎来皆大欢喜的全组谢幕的，不成想卡在拍摄完成的关键节点上，剧中的男主扮演者与特出演员之间，却因为敬业与否的舆论而出圈。程毅与郑业成的风波，在短时间内愈演愈烈。这事件的开端起于前者的受伤，程毅腰伤复发，郑业成回应亚戏被爆用替身后虚假营销。临近杀青，程毅方粉丝原本是欢喜准备着庆祝事宜的，谁料没等到偶像完成拍摄的好消息，反倒是从路人的惊讶中得知了他受伤的消息。有网友在前往医院时拍到程毅趴在担架上的照片，并发文询问这真的是他吗？在观众进行分辨后，很快确认受伤者便是本人。演员拍戏或录综艺受伤，就算伤及比较严重，工作人员也不会第一时间出来透露消息的，除非是粉丝方面很想知道实情。杨幂幂讨眼伤，即使如此，程毅这次也不例外。在得到观众诉求后，工作室及时发文表示老板是腰伤复发了，已经安排后续的治疗与工作了，幕后的意外本不该得到过多的关心的。言辞诚恳且正式，程毅受伤本只是关于他一个人的事情。谁料没过多久，同组演员郑业成方面发文澄清了所谓的亚戏，表示按照合约，郑业成的戏份本该3月就完成的，剧组调整没办法做到，协商之后拖到了4月。合约结束后，郑业成赶赴了其他行程，并不存在没按照合约办事之说。之所以郑业成澄清的如此之快，是因为随着程毅受伤消息传开的，还有他疑似受伤的原因，是因为同组演员的不敬业导致他旧伤来袭的。而这个同事的各种条件，直指郑业成。有网友爆料表示，郑业成久不在剧组，有1个多月，接近2个月的时间，他的戏份全是由替身完成的，包括但不限于文戏与打戏。而郑业成在外宣传时，总是将武打强者的标签贴着。此番替身传闻爆出，对于观众来讲与他的人设不符，且他在大众印象中是敬业的黑马演员，大家但期待着他能大火。如今这般，实在是令人讶异。替身疑云反转，程毅被指现场改戏拖慢剧组进度，前合作对象无奈前躺枪。而这个瓜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继郑业成被爆用替身后，针对程毅的替身细节也被扒出。目前光是爆料出来的替身就有3个，有全套装束都一样的文替，也有专注于完成武打戏份的武替，甚至连骑马的戏份都由小演员来完成。对比郑业成的数量，程毅这边感觉是半斤8两。更出人意料的是，同样是以兢兢业业演戏出圈，程毅被曝在现场做戏罢，自己不满意的画面就拖着全组重新拍过，剧本内容也是想改就改的，这才导致剧一拍就拍了这么久。而且程毅有腰伤，郑业成在进组训练期间就受工伤了，手术切除了一侧大部分半月板，为了拍摄进度，一直是带伤在拍的，只不过为了不想发酵，工作人员没有特意提及罢了。反转再反转，如今此次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了。两方争执不下，前同事杨紫袁冰妍也被话题波及到。这2位女演员均与程毅有过合作，只不过最终舆论都不怎么圆满。前者当时年近30，碍于合同在身，被逼着出演了《沉香如屑》。后者一场云歌会，出狱夫妇的避嫌场面登上热搜第1，荧幕 CP 就此一拍两散。娱乐圈的纷纷扰扰，一时之间很难看清，或许2个人都没有错误，毕竟从双方的澄清来瞧，明显剧组的协调与保护问题要大一些。那么就且看官方的回答吧。02演员档期超时替身来代拍，这已经不是尬戏的问题了。古装剧《英雄志》真的是自带腥风血雨体质，开拍至今已经经历疑似无备案争议、疑似有演员私翻影响官宣争议，以及当下的演员亚戏争议。前妻女主李一桐被指同期拍摄另一部作品不可告人，后续因男主程毅腰伤复发，
本就关系紧张的演员粉丝相互掰头，引出男配郑业成也疑似尬戏争议。根据网友曝光的通告单显示，郑业成饰演的角色在6月份还有戏份在带，但他本人5月份已经在成龙电影《传说》剧组《英雄志》的戏份，则是由替身拍摄。演员与替身同时工作属于影视制作正常现象，替身在演员却不在，却相当罕见。这一爆料将郑业成推到亚戏亚到需要替身代拍的风口浪尖，引发吐槽。对此，郑业成工作火速回应，透露《英雄志》原定3月完成拍摄，因为拍摄安排原因无法实现，演员方与剧组协商将拍摄周期延长至4月，否认尬戏。言外之意，他们既没违反合同约定，也为了作品多花1个月拍摄。至于为什么演员拍摄结束后角色的戏还在拍，就是剧方的事情了。这一回应，网上支持与质疑声皆有。支持者认为郑业成按合同做事，不属于尬戏范畴。粉丝后援会也透露，郑业成在《英雄志》训练期间负伤，为了保证进度带伤拍戏。开机时剧组也得知他后续有其他工作，力证郑业成敬业。反对者则认为，既然角色戏份还没拍完，演员便不应该离组，认为郑业成不负责。《英雄志》通告单显示，郑业成的角色直到6月还有戏份，因为他早已离组，剧方只能让替身拍戏，角色实际上是由不同人演绎，不少人觉得有欺骗观众嫌疑。2种不同的声音因为演员粉丝摩擦持续对立，随后又爆出其他演员也使用了替身的通告单，以及郑业成戏份迟迟无法拍完，可能是因剧本不断被修改导致。双方各执一词，话题僵持不下。正反两方放出来的料也多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对普通网友来说，参考其实价值不大。抛开粉丝之间的情绪攻击，纯粹来看争议本身，关键点只有一个：合同超时戏还没拍完，演员能离组吗？这便要从合同说起了。演员与片方签订的合同有2个关键点：片酬、拍摄周期。正常情况下，一部剧中每个演员的拍摄周期是固定的，统筹会根据角色戏份安排演员工作时间。由于演员档期多是提前约定，临时变动，影响很大。经典电影《风声》拍摄期间便出现过延期拍摄现象，当时几位大咖主演基本上都有已经安排好的下一部作品，且多是无法删减的重要戏份。如果演员留在风声剧组不出来，下一部戏制片方便要赔钱。这时候，下一部剧组要么赔钱等人，要么换人。如果演员之于作品有无可替代性，剧方可能会等，但大部分情况下，剧方会倾向选择后者。3年前，因为环境不少演员无法如期进组，便出现过大量影视剧临时找在横店的演员替补，因为他们没办法等某一位演员解封，剧组场地、人员都耗不起。如果导演是王家卫或者风声这种级别的资源，演员可能会选择放弃其他利益来争取，毕竟这些作品之于他们的价值潜力足够有吸引力。但即使是王家卫作品，想让演员们无限期随时配合提供档期也不是容易的事。胡歌等演员拍摄《繁花》拍了3年，期间也需要接其他戏进行平衡。当然，剧方如果想要演员档期给出超出合同的档期，也要看演员余下的档期能不能和他们拍摄时间对上，以及制片方愿不愿意付超时的片酬。几年前影视剧配角注水法盛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制片方事先和主角约定的拍摄档期本身就不足以撑起剧集体量，便用丰富配角戏份的方式顶上。香蜜沉沉烬如霜便是典型代表。这部剧编剧互撕期间，意外暴露片方要求编剧给配角加戏填充时长，因为他们和一位核心角色约定的档期拍不了那么长的内容。所以从合约角度来说，拍摄周期超时，无论下一部剧选择与无法按约定进组的演员解约，还是演员按约定结束上一部剧的工作，理论上都是没问题的。郑业成之于《英雄志》的确不算尬戏，不过戏没拍完，演员离组，剧方让替身拍摄余下戏份，也就是不少网友口中的代拍处理方式。在企划来看，代拍是比尬戏更严重的问题。演员尬戏
可能会分散他们的精力，导致角色无法更完美的呈现。所谓的代拍，如果属实，却是连分散的呈现都做不到，相当于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欺骗观众。与曾经备受诟病的抠图又有何区别？观众不会希望抠图换一种方式卷土重来，但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问题，矛盾的中心需要给观众一个解释的，应该是英雄志剧组。演员档期完不成角色戏份，以2份种情况为主。其一，演员工作效率低下或难以沟通，影响了拍摄进度。这种情况下，片方完全可以起诉演员违约，要求对方按合同规定执行，或者更换敬业、有责任心的演员白鹿原等组都出现过中途换人的情况。中途换演员对剧方来说是个损失，但演员不配合工作损失更大。为了对作品负责，也应该及时止损索赔，而不是用替身糊弄观众。当然，部分剧组为了不影响作品后续的播出，可能会向一些大咖演员妥协，保持面子关系，但以郑业成的咖位和配角身份，有这个必要吗？其二，剧组统筹失误，导致进度推进缓慢。按郑业成工作室的声明，英雄志剧组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但正常情况下，剧方应该与演员协调时间，使用补拍或调整戏份的方式进行处理。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便因为一些原因，曾在剧组杀青1年后重新召集钟汉良、孙怡、马天宇等演员补拍。演员当下没持续性档期，还可以考虑未来的档期进行补拍。为何已经预见角色无法拍完的情况下，英雄志剧组没有选择换人重拍，或者与演员协调未来补拍，亦或及时调整戏份，而是给出代拍操作？这才是此次话题最关键也最严重的问题。演员尬戏不可取，剧方代拍更不可取。